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美国专家担心航母安全问题被东风快递打沉了，无法搜救。2月底美国福克斯新闻发表专栏作家的文章，称美国要是在西太平洋和解放军对阵胜负尚且不论，有个问题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那就是美国航母一旦被击伤或者是击沉，美国海军如果没有足够的搜救力量去把航母拖带回来，或者及时的把舰上的水手从海里救起来。文章说总不能指望着解放军去搜救他们吧？美国专家的担心呢，不是多余的，而是准确的反映了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军力部署上的一个重大的缺陷。由于美军是常年欺负弱小的对手，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航母会被击伤击沉，舰员需要搜救的问题。航母战斗群呢是美国海军的核心战斗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军发动的历次战争，航母都是急先锋，甚至是在阿富汗这种纯内陆国进行了所谓的反恐战，也需要航母从阿拉伯海起飞，战斗机进行空中支援。但是在所有这些作战场景下，美国海军都没有真正面临过反航母力量的威胁。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当中，中朝方面和越南北方虽然有一点海上力量，但基本上拿航母没招。越南战争期间呢，美国确实有一条航母弗莱斯特号严重受损，但那是因为航母自身的甲板操作事故造成的。但是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航母被击沉，那就不是什么遥不可及，而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实际上，从美国航母离开关岛进入西太平洋，就暴露在东风导弹的火力打击之下。虽然美军航母是个10万吨的大家伙，但是解放军的东风导弹是一样的能要他的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所拥有的东风导弹数量庞大，按照美国的说法，解放军火箭军已经是全球第1大导弹力量，拥有各种弹道导弹超过1000枚。我们并不清楚其中有多少可以用来执行反航母任务，但绝不会是少数。美国海军呢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能够拿到中国当面的最多呢只有一半。这么屈指可数的几艘航母，在上千枚导弹规模面前，实在是不够看。航母呢，总体来说是很抗打的兵器。2005年，美国海军把退役的美国号拿来做攻击试验，狂轰滥炸了25天，才让它沉入海底。但这是击沉，如果仅仅是希望让航母失去战斗力，可能命中几发就足够了。在航空管制中心被击毁、飞行甲板被轰出几个大窟窿的情况下，航母不但会失去战斗力，而且还可能失去航行能力。解放军的反航母手段并不是只有东风导弹，还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如果航母遭受到东风导弹的打击，瘫痪在海面上，那么随之而来的很有可能就是核潜艇的鱼雷就会去关照它。鱼雷和导弹有很大的区别，它直接攻击战舰水线以下的部分，它会导致战舰大量的进水乃至沉没。在航母救援这个问题上呢，美国人其实曾经做得不错。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损失了4艘大型航母，每一次的船员的损失都没有超过10%。比如在圣克鲁斯群岛战役中，大黄蜂号被击沉，但2200名船员之中呢，只有140人死亡，其余的都获救了。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美军用1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组成了一支大型的护航部队，再加上大批的辅助船只，可以及时的灭火和救人。但是今天的美军已经没有这么多护航舰只来保护1艘航母了。美国海军现在的救援打捞拖带任务基本都外包给了商业公司。美军正在考虑新建远洋救援船，但是造船工业的产能严重不足，进度很慢。至于伴随航母作战的伯克级驱逐舰，自己能不能逃过东风快递的打击都很成问题。而且一旦航母失去战斗力，伯克级的反潜能力是抵挡不住解放军核潜艇的。或许呢，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吧，美军在西太平洋部署问题上是雷声大雨点小。
虽然口口声声要和中国打仗，但并没有大规模的加强兵力的迹象。或许他们很清楚，要想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自己的短板太多了一点。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